欢迎来到第二章。我是西瓜，我是爱多，我是景云。OK， 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讲什么呢？首先，这个爱多同学他一下飞机，然后就在那儿跑着呀，然后就说太爽了，真是太爽了，好久没有这么爽了，一不工作就整个人都特别爽。然后在那块儿，特别爽，大跑特跑。对，他对着那个蓝天白云深吸一口气。那天真的有蓝天白云吗？对啊，那天是下雨。没有。后来你走你刚到的时候在山坡上，然后说啊，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爽啊！所以我们这个爱多同学特别爽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所以其实这个城市就是匹兹堡。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爱多同学感恩节前夕问我们感恩节有什么事儿没有，然后如果没事儿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这个城市玩。对，但是本身我们也没有想好要去哪个城市玩，但是想着大家都是底层民工，然后就是假期时间也不长，所以说肯定也不可能去那种什么美西就是什么大环游这种的，所以就去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吧，然后一起玩，然后最后2-3线吧。对，然后最后就决定了这个城市，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然后刚好距离也在我们当前城市的就是正中间，对，然后最后就我和西瓜2个人开车开了4个多小时到这个城市。然后爱多可以讲一下你飞去这个城市花了多久？我也花了4个半小时，大概。你骗人，爱多！我没有骗人，他从出家门对呀，到我飞家门飞了多久？坐地铁。坐了2个小时坐了1个小时地铁，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然后飞机飞了40分钟，然后那我这差不多也是4个小时吧。对，花了多少钱？讲讲。一说到这个，别说爱多现在心里都在痛。别提了，别提了，40分钟的飞机花了我250刀。天，这以前的数字也很搞笑。而且我觉得我机票买的很早。对，本来还挺自己还觉得很满意，对，非常早。因为我以为匹兹堡很远，我的印象中我以为匹兹堡很远，但我完全就是脑抽了。我明明飞过你们那儿，然后它现在在我们中间点，我从这儿飞到你们那儿其实只花了1个小时，那飞到匹兹堡可不就也就是40分钟的事儿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一片区域的探索经验为0，导致我那边的收藏点非常的少，所以我没有一个参照物，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匹兹堡到底有多远。对，看起来一到接近这个中西部大农村，丧失了这种就不太了解，失去了距离感。对，没事。对，讲到中西部大农村，我们下次可以再出一个中西部大农村特辑。对，然后我们这次介绍我们在开车从我们那里开4个小时去这个城市中间，然后在大农村大薅特薅了一笔羊毛。对，其实这个地方离匹兹堡大概有1个小时车程吧，所以然后就是我们到匹兹堡中间有一段，然后就是去奥特莱斯，然后再经过。就是我们从这里开了3个多小时吧，然后到一个叫 Grove City 奥特莱斯的地方，然后当时正好就是感恩节打折，虽然那天是周3，就感恩节前一天，但是已经几乎是所有东西都是全场半价，所以就非常的爽。然后我就感觉如果在美国的话，1年都不用买衣服，然后全部都等到感恩节的时候来买。最错过了太多。匹兹堡这个衣服不要税，是收税。对，滨州是衣服免税，太爽了，真的太爽了。我真的错意。我原价230刀的一个就是大科技与狠活的外套，冬天的外套，然后直接降价了119，然后不加税，爽！我真的血亏，为什么呢？因为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我感恩节，因为我们 office 是一般就是线下上班3天，然后就一周里线下上班3天，然后2天可以在家办公。然后我想着是周4周5放假，我干脆周1周2周3去单位好了。结果就是我去了那儿之后，发现人心全都比散黄蛋还要散，就是没有人，然后大家都非常的，然后我的那些领导们从周2的下午就已经颠了，就全都玩去了。然后周3我就处于一个无政府的状态，然后领导给我甩了一个活儿，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干，他们全出去玩了，我还没有去成奥莱。其实你周3走了，应该也没人说什么。对，真的没有人。你也不用干活了，还能血拼一波。对，我当时还记得埃多还在那儿就说非常的焦虑，也不知道领导会不会干活干到最后一天给你加活。领导没有，只有埃多。结果就是埃多特别的有责任心，一个人加完。埃多孤身走暗巷。OK， 话说回来，就是我们现在后来就买完东西，然后就开到匹兹堡，还要开1个小时，其实对，只能算匹兹堡周边吧，不能算是非常近。OK， 聊匹兹堡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每个人对匹兹堡的印象，在去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因为我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就只知道他有2所大学，然后再加上匹兹堡也不在就是你一说美国这些要去的大城市适合旅游的地方，就是美东美西，但是匹兹堡绝对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就这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一个城市，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这个印象在这次感恩节假期之后就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非常非常的好玩。对。然后爱多同学分享一下你对匹兹堡之前的印象是什么？我之前其实没有任何印象，就是我有一个特别聪明的舅舅，然后他头发都掉光了，在卡梅，然后我就感觉卡梅应该是一些没有头发的博士在那儿。然后对，这应该挺真实的。我的刻板印象是我刻板印象了。然后另一个就是流水别墅离它实在是太近了，我当时觉得去匹兹堡真的就是想去流水别墅。看来我们的爱多同学不愧是建筑师。我不是建筑师，我没有考下证，我没有考证。OK， 我就是学建筑出身的，所以对于这种这个建筑方面非常钟情。我们之后也会详细的让爱多同学给我们介绍这个流水别墅，大名鼎鼎的流水别墅。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一无所知，对于这个流水别墅，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然后我的初印象应该就是我有同学在那里读哲学。然后的 master， 然后还有就是我知道他和我们学校都是很强的这种做 computer science 的专业，然后基本上要写码什么的都会转这个学校或者是我们学校，所以应该更偏就是怎么说理工科或者是电脑方向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本身其实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概念。也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之前去了很多中西部，然后去过以后都觉得没有很多好玩的吧，然后对于匹兹堡我也就是印象平平这种感觉。OK， 这就是我们的初印象。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去完了匹兹堡有什么感觉，来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到了匹兹堡，第一映入眼帘，进入这个城市，开车进入这个城市，映入眼帘的是什么？我就记得就是路非常非常的错综复杂。就比如说咱们普通的一个路口，其实再繁忙再大的城市，可能你就是几个方向，对吧？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是匹兹堡不一样，它这一条路能给你转去5、6、7、8个不同的方向，然后而且你一旦走错路的话就没有回头路，所以经常走错路，然后你就得在这个路上，就是你只要一说我走错路，这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没了。对，但是这个西瓜同学还是比较厉害，我超级喜欢这种错综复杂的路，我觉得太特别了。主要是因为你在这个路口你走错了，其实你不会继续往前走，就是在路口就原地就掉头了就。当然这不能跟别人说啊，因为
不能被警察听见了，都没被罚，主要是因为当时假期，然后车也不是很多，所以呢。哎呀，我的同学说他没有摄像头，确实人比较少，对，确实这些城市都没有摄像头。但是不是这样的？我来的第一天，我并没有走错任何的路，我每一条路都走得超级的好。然后的原因是他的车的这个，它全部都是那种小高架，然后但是它的限速非常低，甚至有的时候是45，然后50这样子的限速。超级低啊！就是高速一般都70，你一进入45还低，好像就是50、55的限速这样。然后甚至到40，有的时候拐弯它会叫你就是降到20，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车全部都很温和，而且车距都非常的远，这样子可以让你有很多的反应时间。我觉得那些司机可能自己也需要很多的反应时间，然后这让我给了我很多机会，然后看清楚地图。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景云同学坐在副驾on and off 的给我一些细心指导。但是我确实本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种错综复杂的城市地图。对，但是之所以它这么的错综复杂，就是它一个路口可以转去这么多地方，还有上高架，是跟这个城市的地形有关系。就是这个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其实匹兹堡它是一个山城，就这个让我特别的震惊。因为你要一说山城，就感觉就是有些就是比如说像重庆啊，就是这些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山城，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就是匹兹堡它其实是一个山城。对，非常的神奇，这样的地貌也没有人这样介绍过，所以我们的 podcast 呢，嘿嘿，这一次介绍一波。它是一个有一个中心的 downtown， 然后有一个小的一个小岛吧，我会觉得，然后这个三角地感觉是就是两条河夹出来的，对，两条河夹出来的。然后这个在围着这个河的就是山，然后在山上呢是可以住人的。我们的 Airbnb 就定在那个山上，然后从那个山上可以去一览这个downtown 的这个全景，然后夜光特别美，对，有超级多的桥。它是我们的这个景云，他查了多少？就是世界上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匹兹堡自己在博物馆里面的记载，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就是有400多座桥，好像是比真的假的比威尼斯都多吗？对，他说自己比威尼斯多了3座，对，然后对他可真是了不起，他专门提了一下第2名，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多厉害。但是我后来又在谷歌又查了一下，就说好像就有不同的榜单，然后有的榜单说就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实际上是重庆，就是有1万座桥。所以说看你怎么定义桥，对，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有不同的标准，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城市确实桥非常的多，以桥闻名，对，基本上它就是北面的一条河叫 Allegheny River， 然后南面有一条河叫Monongahela River， 然后这2条河呢，它不是平行的关系，它们2个是会有一个角度吧，然后就会就是一个锐角，然后它们会汇入到一起，合并成一条河叫 Ohio River， 然后这就加出了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夹角。然后在那个夹角最尖尖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的 downtown 所在地，然后基本上其他有名的艺术馆、博物馆，然后校园也是在以这个夹角为中心，然后四散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在南边的那条河Monongahela 的在南边一点，紧挨着就是我们的那座著名的山叫Mount Washington。然后这座山上也有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2个 incline， 就是2个轨道上有小火车，一会儿我们还可以更加细节介绍。但是在这座山上也拍出了王小波的那个旷世的照片，对，因为当时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嘛，王小波跟着一起，然后他的那张最经典的照片应该就是在 Mount Washington 上厌世对，非常非常厌世。但是那个背景你就能看到，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匹兹堡后面那个的，就是那个天际线啊，摩天大楼。
我们还是要复刻一波呢，最后忘记了。哦，对，我当时还在车上怎么做厌世脸，对，后来确实忘了。但是我给你们都拍了一个非常漂亮高清的这个回忆照，然后有着这个匹兹堡背景上超级好看的夜景。是，但是人家是白天的时候照的嘛，要复刻的话是白天。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嘛。OK， 那我们这个就是到了以后，然后就睡了一晚。第二天就见到了我们的爱多同学，我会跟你们会合了，花了40分钟在飞机上。到了第二天，在接爱多同学的前几个小时，我们去参观了2个 incline， 但是哪个是哪个我已经不记得。你们做的是那个 mono 的，我们要做它。OK， 然后 mono 跟 halo。这2个 incline 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它有一座山嘛，叫 Mount Washington， 然后这2 incline 它就是建在山上的2条轨道，然后现在呢，他们就是可以作为公共交通这样运输，当然主要还是用来观光用途，然后每一条轨道上它实际上都是有2条铁轨平行的，就是它一定是一辆小火车下去，然后同时另外一辆小火车上来。对，我可以介绍它外观。可以。它的这个我们第一个做的是 Monongahela， 然后它这个小火车的外观就是外面是淡黄色的，然后有一点像小房车，一个就是那种积木式的那种小房子，看起来特别的可爱。然后我看着就很喜欢，而且它的那个高架桥，你晚上它的那个就是架子是会亮灯的，然后在晚上就很漂亮。对，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历史原因的，就是最开始我们都知道匹兹堡它是一个工业城市，然后最开始它是通过挖矿，然后就是炼钢铁这样，然后起家的一个城市。然后也就是这个原因，它最开始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在这里，就是做苦劳工，然后主要是以德国移民居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工厂全部建在山下比较平坦的地方，然后就把人的住所全部挤在了山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山上也没有开任何的路，然后也没有汽车，所以那个时候人上班都是要就是爬着那个大石头爬上爬下的，然后非常的辛苦，然后非常的危险。我觉得至少要爬个半小时才能攀，就是它是要攀岩上去的，不是直上直下的。反正就是很长很危险。对，然后这个时候还得是我们德国移民，然后他们就想，就是其中有一个德国来的一个工程师，然后他就想到了自己家乡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地形，也有这样的铁轨和小火车可以用来运人，然后他也就仿照自己家乡的那个设计，然后准备在这里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 incline。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小火车主要是用来运输这些上下班的工人，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小火车是用来运货的。然后当然发展到今天，就是全部只是用来作为旅游观光用途。然后其实原本在这些山上有很多条这样的 incline， 有很多条这样的铁轨，因为这是一座很大的山嘛。但是后来渐渐的，就是这个城市也不需要再继续发展就是钢铁工业了，所以就是很多的铁轨都被拆除废弃了。然后最后就剩下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2条，一个叫Monongahela incline， 另外一个叫 Duquesne incline。然后这个 Duquesne incline 曾经在上个世纪的某个时候吧，然后居民也觉得，就是政府觉得也没什么用，然后准备拆除，而且那个时候它也不再盈利了，然后乘坐人越来越少，然后维修费用越来越高，准备把它拆掉。但是后来居民就一起捐款，然后决定把这个历史性的东西留下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Duquesne incline， 然后我们总共只能看到这2条铁轨。原来是这样。我能知道的是 Duquesne incline 我们走进去以后，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走进它的内部结构，去观看就是这个小火车运作的样子，就是它拉了
一股非常非常粗的那种钢丝，然后有一个巨型的大转轮在那里，就是拉那个小火车，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地方还有那种，就是它有一个售票的一个小站，然后你可以去跟里面的售货员交流，因为他还在卖那个一些他们的明信片儿、对冰箱贴之类的，对，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从下坐到上面的话，实际上就是观景台，然后他们有很多个观景台吧，然后每个观景台看下去的景色都是非常的壮观，非常好看，然后尤其是它的夜景也非常的好看。然后我们去了一个非常有当地特色，是当地特色吗？对，一个非常有当地特色的地标，是一个人的家。对，但是它现在的官方对它的定义是一座室外的美术馆，然后它就叫 Randyland，然后这是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家装饰的特别的不一样，就是你一走到那里，你就能感觉到这一个街区吧，它就是非常明亮的颜色，然后就五彩斑斓，我不喜欢就是有那种墨西哥风的感觉，超级好看。我觉得它就是极繁主义，就是有那种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素面恐惧症，就是如果这里有一块地，它一定要把它涂亮成鲜明的颜色。对，然后从那里就是他有一些路牌子，应该也是他自己设计的，然后就也画的特别的花，然后墙也是上面装了很多那种砖啊，然后砖雕刻了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对，然后你走进去的话呢，你就能看到，首先一进门它的左手边吧，然后它就有一些自己的明信片，然后有一些冰箱贴之类的。然后他人其实是不在那里的，但是它上面写着这些东西的价格，然后你可以自己拿，然后把就是相应的钱放到它下面的一个箱子里面。对，然后一进这整个院子，就是挺大一个院子，然后就能看到无数的就是那种路牌呀，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也是五彩缤纷的堆了起来，对，各种各样的形状。对，它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就淘汰的 vintage 的那种家电啊，然后椅子啊，然后或者甚至我们觉得是垃圾物品的东西，全都被它重新的粉饰了一遍，然后变得超级好看。对，就是有路牌啊，然后有一些垃圾，比如说一些易拉罐、瓶子呀，然后还有一些像那种小孩丢掉的那种汽车玩具啊、人偶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挺网红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反光镜，它也会留在那里，然后下面的杆子也会把它 decorate 非常的五彩斑斓，你可以对着那个反光镜拍照。然后做这个 Randyland 的艺术家，他就叫 Randy， 然后他也是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但是他不是在匹兹堡，他是在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城市出生的。然后他小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然后经常是这种居无定所，然后就是我感觉挺多艺术家的开局都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后来他就搬到了匹兹堡，然后他就在这里蜕变成了一个就是叫 community artist， 就是一个社区艺术家。然后他还就是在当地的社区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种树之类的。然后他把他的家变成一个这种室外的博物馆，是一个就是也是他的项目之一吧。对，然后他也就是找到了他的人生伴侣，但是这个人生伴侣很不幸，就是后来得了末期的prostate cancer， 不是卵巢癌，然后就不幸去世。然后当时在他OK 不是卵巢癌prostate cancer， 对。然后他在当时确诊的时候，这个艺术家就意识到，就是其实和自己的伴侣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其实非常非常少。然后他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就是他放弃对他的这个家这个 Randyland 的管理，然后也辞去了当时他还在就是一个餐厅的一份工作，然后就专心的和自己的伴侣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然后那个时候的 Randyland 也是在给别的一些人照顾。
哎，这么看来，我和景云同学明明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他收集到的信息比我多多了？我都不太记得有这些，就是我记得一些重点，但是没有办法记得这么多 details。景云同学不愧是，因为后来我去他官网查了呀，他的故事，对， okay. 然后就是，但是我感觉就是对比挺鲜明的，就是你看他的这些作品，看他的这个家，你会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快乐、特别幸福。生活非常美满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从小到现在感觉他的人生中都有非常多的不幸，然后这点还是很让人惋惜，但是也很让人震撼他的这种就是生命力这种积极的态度。对，我感觉他是就是拿着他的鲜花，然后面对这个世界的就是不太公平的出身，或者也不是不公的出身吧，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的现实，还是会给人们一份温暖，很不错这个人。OK， 该下一个了。对，然后匹兹堡其实有挺多非常有名的博物馆、艺术馆的，然后其中有一个不得不提，就是这个Hunks History Center， 然后他自称自己是全美就是 Top 1第1名的历史博物馆，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一进这个门，它首先有7层，然后我们一进这个门，然后那个卖票的人就给我们每人一张纸，然后那个上面就写着1层、2层、3层、4层、5层，一直到7层，然后就跟你说你可以去每一层的就是楼梯一出口，然后你就可以去集印章。如果你把你猜听爱多同学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什么？对，脸上洋溢出了笑容。对，然后他集完印章之后，他说你可以去我们的礼品店换一个小礼物。对，然后主要是鼓励你走楼梯。当时对巨兴奋，对，人家原本的意思是希望你从1层走到2层，一直走到7层，然后在每一个楼梯而不是乘电梯，对锻炼身体。对 ，Step Challenge。对，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可以换小礼品，然后就决定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坐电梯坐到7层，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下走。哎呦，爱多同学一听可以集邮，你敲完一个章立刻。我是有收集癖的，我是有收集癖的。对，我这个叫什么？我收集的东西见证了我的这个阶级的滑落。我一开始是收集钥匙链，我去欧洲的时候都是收集钥匙链，那些钥匙链都是一开始10年前大概都是2-3欧元一个，还是挺贵的。然后之后呢，我发现钥匙链太贵了，而且很占地儿，我就开始收集明信片。明信片有1欧一张的，有0.5欧一张的，我就觉得哎便宜了，然后我可以花更少的钱。然后呢，我收集完明信片呢，我还有一段时间收集冰箱贴，但是冰箱贴太不 affordable 了。然后到现在我就开始收集这种完全不要钱的钢印，对吧？给你一张纸，你到时候去盖就行了。你可以盖那种像这个博物馆，它就是那种钢印的戳，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像日本还有哪儿，他们都是那种印章，就可以集印章，然后专门你买一个本就可以了，1分钱也不用花，你只要去这些地方，你就可以收集很多东西。对，你都是怎么把它们好好的收藏起来的？我只要一有这种纸，我就没有。你以为我收藏了吗？我就把它夹在书里头，放到我的书柜里，之后我也找不到它们了。为什么叫收藏呢？钥匙链比较好找，为什么叫收藏呢？就是你把它收完了，然后藏起来。是的，自己也找不着的那种。OK， 对，然后反正我当时就感觉爱多同学是一到7层，然后就一路冲下去去收这个印章啊，也不知道他后来看了多少。我都看了，我每一个角落都走遍了，我真的每一个地方都走遍了。对，我就是非常快的走，然后非常快的扫，然后去盖章。但是有很强的 motivation， 要快一点的走。对，我就要去盖章。那让爱多同学给我们说说。让爱多同学给我们说说你看到了些什么？你让我一个一个捋吗？你讲一些印象深刻的。对，反正到时候这个印章收集完小礼品是什么，我们最后再揭秘。在这个之前还要讲一些相关的就是展品的内容。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亨氏番茄酱那一层，因为我一开始设想这个博物馆会跟那种
可口可乐公司一样，就是你可以那个拿一个杯子，然后去接所有的可口可乐。我想这亨氏番茄酱怎么着也得给我弄一堆这个番茄酱的机器，什么还有那个 master 的酱叫什么黄芥末酱对吧？或者那些东西，然后你给我提供一点薯条，让我一个一个去蘸吧。结果没有，它就一个大瓶子在那儿，然后放着一些假的腌黄瓜。我对那一层印象最深，对，真的。然后我非常我觉得它这个。对，它的名字确实挺有误导性，就是这种欺骗性的，因为他自己叫自己亨氏，我一开始也以为它是一个专门讲这个公司的一个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只有一层楼是讲亨氏，都不是一层楼，是一层楼里它有3、4个展厅，只有其中一个展厅是讲亨氏的，对，其实很短很短，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定位应该就是一个给所有人的一个教育性的一个介绍匹兹堡的历史中心，对，就有挺多东西。然后我记得他从最上面一层应该是讲，就是他们几百年前发生在这儿过的历史，就是一些战争，从原住民开始讲，把原住民赶走开始讲。对，然后那块我感觉，因为我也不是学历史，然后我就很快就带过。我也没有学，就是这个确实太小众了。对，然后就是我感觉整个这个就是History Center 它的展品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如果你真的每个看，我觉得你看个2、3天都有可能就是看不完这种。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吧，就是除了那个战争的，还有就是说匹兹堡它在发展完钢铁工业之后，因为匹兹堡也被称为钢铁之城嘛，然后它又开始发展就是玻璃的工业，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展区是专门讲玻璃制造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城市确实是个工业城市，每一次的这种革新这种发展它都走在最前线。然后还有这个地方其实文化产业也很丰富，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给小孩看的一个电视节目，一个教育性的电视节目吧，叫 Mr. Rogers' Neighborhood， 然后也是后来也产生了很多非常有名的那种就是 finger puppet 那种手偶的那种给小孩玩的那种小玩具，对，小玩具，放在每纸套那种感觉，对手指上面，然后对，然后你如果去一些纪念品店看的话，他们有很多是在卖这种，然后它也有一个关于这个的介绍，就已经变成了他们匹兹堡文化的之一吧。对，反正我整体看完就感觉这个地方确实历史很厚重，然后文化生活也非常的就是厉害。而且可以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只是就是这一次参观了可能50%到60%，看完了的。对，尤其是我是看完了的。尤其当时我记得在去这个博物馆之前，那个爱多同学带我们去吃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然后我们都吃的特饱，然后这个我们之后有专门的美食特辑片段可以来讲。哎呀，我忘了，你说。你这可不能忘，你后来都我想起来了，对，然后吃的特饱，所以当时我去逛的时候，而且室内又热，好像已经有很多困意，对，因为你缺少一杯咖啡。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可以重点讲一下，就是亨氏这个公司吧，因为确实它的名字也是这个，然后也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食品公司，然后就是这个创始人亨氏。等会儿我先讲我记得的部分，然后你来补充，怎么样？这样就显得我很聪明，也知道一些东西，然后才并不是一无所知，让你全讲完了。你要从头开始讲。卡住了啊！他的头我不记得了，我先讲我知道的部分，然后让景云同学从头讲。他不是这样补充的啊，行，你讲吧，你讲。他首先关于这个产品，我知道的是，它第一款并不是番茄酱成为爆品，而是酸黄瓜。不是酸黄瓜，不是，是什么？是 horseradish。哦，对，是 horseradish， 是也是腌菜胡萝。它好像是叫山葵，也叫辣根。然后我感觉在中国的料理里面，它类似是同源的。对，但不是那种日本的芥末。对，
就是如果在美国这边，我唯一吃到它时候，就是你如果吃生的生蚝的时候，它会给你上一点那个鸡尾酒酱吗？就是那个 cocktail sauce。不是，是那个就是也是黄色白色，就是我们这次吃生蚝的时候，那个上来那个稍微有点，我都是干吃，我都没有蘸那个酱。就是一般吃生蚝会上一个红色的那个番茄酱，那是鸡尾酒酱，那里头也有辣根儿，就是也有那个对，芥末。但是另外一个是白色的那个是真的那个 horseradish。对，我没有吃。我印象中 horseradish 应该是长得迷你版的白萝卜，然后是辣的玫粉色，像不像？我只知道它做成食物的时候的样子，我不知道它原本长什么样子。OK， 问题不大。然后这是我记住的一个点，不是酸黄瓜。对，这是一个没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对，还有一个没用的冷知识，它的爆品全都叫亨氏67、57。对，有个数57，好像是吗？对，这个我可以讲，对，亨氏57，我可以继续讲。我知道为什么叫亨氏57，它不是爆品，是亨氏57，就是它不是爆品，就是它广告所有的接下来都叫亨氏57。其实它也不是说它这个亨氏公司里面只有57种酱，它其实已经完全超过了57种酱。为什么是57？是因为它从1开始数，然后一直数到57这个数字，然后发现不会数，朗朗上口。对，然后就停下了，就觉得特别的美国人的数学只能数到57。不，他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这个亨氏他一开始去纽约，然后在做这个升降梯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卖鞋的一个店，然后就有一个大的那种霓虹灯的招牌，然后上面写着自己有21种不同的 style， 然后他一下这个数字就直击他的心灵，然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手段，他就觉得人对数字会敏感，非常的敏感。对，然后他就决定以后自己宣传的时候也要把一个数字紧紧的和自己的这个名字就是亨氏联系在一起，就在所有的广告牌上都要这样去写。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只要大家知道你认可你，然后就会去买你的东西嘛，就是以数量取胜。然后他就开始数，他就其实那个时候他本来是想说自己的这个公司生产多少种 variety 的产品，但是其实他那时候产品远远超过57种，但他只是数到57，然后感觉这个数字非常朗朗上口，然后觉得很好听，是他的幸运数字，他就对，他就停在那里了。所以说之后你会看到所有的商标上面就是亨氏旁边都有一个57，就是不得不说这个人其实非常会营销，我感觉他要是生在现在估计也是搞营销号一把好手。我挺喜欢这个亨氏的，因为他把他的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部都在想着如何让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在精心努力工作，然后给自己品牌就是对，是一个很有匠心的一个人。对，所以其实我挺喜欢这样的商人，至少他没有在做坑蒙拐骗嘛。对让我再想想，我还记得这个人什么事情。对，然后为什么这个亨氏会出现在这个历史中心呢？是因为就是他也是滨州人，然后他的家就是在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所以他也算是匹兹堡人吧。然后他的爸爸有一个农场，所以他从小其实是在农场里面就是打杂工作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就是要去做一个这种食品加工的这样一个公司。你说的对，好像我不记得任何其他细节了，我要想起来我就补充。你开始介绍。对，然后他最开始就是从做 horseradish 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后来，现在当然最有名当时很有名的还有腌黄瓜，这个我感觉美国人很喜欢，然后中国人可能知道不多，因为吃的也不多这个腌黄瓜。然后可能最有名的就是番茄酱，然后随着后来他的公司已经就是小有名气之后呢，就是当时应该是就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然后大家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快，然后这个时候家庭主妇她其实就是有一些更多的她的需求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以前可能只是你提供一些配料，比如说这个 horseradish 提供一些腌黄啊就够了。但是后来因为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些家庭主妇她可能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预制菜，对吧？就比如说你做一个这种意大利面的这个酱，
以前家庭主妇可能就用这个从番茄开始自己做，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就是亨氏这个公司，它其实很快的捕捉到了就是这个社会的变革和就是人们的需求，然后它也推出了很多这种预制产品，就是很多预制的这种酱，然后又让它赚得盆满钵满。完了，一步照这个趋势，非常我们之后得吃成预制啥呀，都得预制成啥了呀？那个时候是预制番茄酱，现在是预制菜，对，预制螺蛳粉，对，就是你还得炒一下，是不是？之后我感觉现在有很多预制白人饭，基本上都不用炒，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我们同事都是冻起来，然后吃微波炉了。对，我和西瓜之前还尝试了一下，然后直接他不是他直接周一送到门口，然后就是一整周的饭。然后热2分钟都不用多了，就刚好2分钟正合适，然后直接就吃。刚开始吃还挺开心的，觉得就是非常。其实至少还是挺健康吧，因为你要去外面随便吃菜，餐厅里面它那些油什么的不好，它那个至少是你会感觉到它油不是很多，然后搭配的也算合理。但是它有100多种，甚至将近200种。好吃吗？然后你就去挑可能18份或者是10份，所以它好吃吗？然后就好，就是这个重点。第一次吃你就边觉得健康，难吃可以填肚子，还没有觉得越吃越难吃，还行吧。对，打个6分。然后等到你第2次再买的时候，你就一口也吃不下去了，不知道就是难吃。而且它的量是真的很小，也不便宜，然后量也特别小。然后最后我一般吃完那个之后，我2-3个小时就已经饿得不行了，整个人都饿透了。不如自己做预制菜，留子预制菜冻起来。我们后来有想说，就是因为我们是1盒1盒嘛，然后一人吃1盒，后来一人吃2盒，可以吃3盒。对，2个人吃3盒，一人吃2盒也太。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就是太难吃了，吃不下去了，太难吃了。唉，对，行，我们现在讲完亨氏的话，我们就可以揭秘这个印章之后可以换什么小礼品。对。让我们的爱多同学来介绍，对他当时集邮集的超级多。但我集邮并不是为了换那个礼品，我集邮是为了集那个章。哦，对，我就是。但是你可以分享。之前有一个就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在伦敦的那个伦敦郊区有一个那种 studio， 你知道吧？那个 studio 他是给你一本护照，然后也是让你去集章，就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就是它每一页每个篇章里边有一页上面有一块圆形的那个空，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章摁进去里头，然后有金色飞贼，有城堡，有那个哈利波特的闪电。就是我当时就哇，这东西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就爱上了。太好看了，这种东西。哈迷狂喜，真的哈迷狂喜。我当时去没有机会去，我现在都很遗憾。我就买了，我没有去过伦敦的哈利波特，但是我去了那个加州的。就是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 然后我就买了个魔法棒，100刀是吧？对，是这样。你如果在那个伦敦的那个国王火车站买，还没真的吗？对，我记得应该没这么贵。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我不要再被罗琳圈钱了，我不要再被罗琳圈钱了，停止，这个死手，快停！所以这个东西谁来揭秘一下？就是我知道它价值多少，就是我出去的时候，然后看到它是一个售卖的商品，我觉得是因为它生产太多了，售卖不出去，然后他用这样一种营销手段，然后骗你到纪念品商店里头，换这个东西的时候，同时消费更多的纪念品。我的天呐，你是很省什么的，你都知道营销手段，它肯定是生产不出去，生产太多了卖不出去。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实际上只有0.5美元，5毛。对，而且非常的小，就是它，对，很小。它其实别针，对，它其实是一个别针，然后它的这个形状部分是一个就是亨氏的那个绿色腌黄瓜。对，实际上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但它是一个塑料做，所以说就很劣质嘛。然后价格也非常便宜。然后它的背面就是写着一个大大的 China， 前面是亨氏，后边是 China。对，看来可能中国已经说过，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一般的博物馆它其实也不会专门让你去集印章，然后还送你一个就是白送你一个东西。对，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挺。但是它隐藏在后面的是让你继续在它的纪念品商店里冲动消费。
我觉得一般我去这种地方，不管他都会冲动消费，就算他不引导我，我都会去逛。而且一般我一定会至少买冰箱贴。对，一定会冲动消费。别提了，冰箱贴。买了些什么东西？我记得我买了冰箱贴，我也买了冰箱贴，买了那个亨氏番茄酱的那个罐头的冰箱贴。我买的是番茄酱瓶的冰箱贴和一个匹兹堡的一个海报的那种冰箱贴，因为它就是那个一堆工人坐在那个钢铁的那种行架上嘛，就是很有它的当地特色。对，我们好像是买了冰箱贴，然后我还想起来，我给我的一个朋友带了个礼物，然后他喜欢吗？然后那个礼物我给他拍了不同的东西啊，有冰箱贴，然后有娃娃，然后什么的，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这个番茄酱，一个小的玩具那种。就是毛毡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呱吱呱吱的有一点东西，然后他很喜欢，然后但是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猫薄你朋友本质是只猫的玩具，对，然后但是我还是给他买了。他喜欢吗？他那版型做的挺可爱的，对，他喜欢。他回去疯狂的嗅闻，然后激动是吗？一下显形了给他。对，什么薄荷上瘾了。OK， 那我们的亨氏博物馆就先介绍到这里，然后我们这一期也先告一段落，让我们下一期敬请期待大名鼎鼎的流水别墅。Yes， 拜拜。